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还得从最近大火的那个 OpenAI 的老板山姆奥特曼说起啊，因为他没有糖尿病，但是他开始服用二甲双胍了。所以啊，这些明星人物啊，总能给我们带来流量和话题。比如我们先前说的那个 GLP-1RA 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吧？就是马斯克减肥的那个药物，号称是一代药王，是新药里边这个当红炸子鸡。但是在这个之前啊，性价比最好的这个降糖药可是二甲双胍。但是你知道吗？曾经还有人把它称为长寿药所以这个药呢就备受关注。那我身边搞药学的朋友呢，他们虽然没有糖尿病但也在吃二甲双胍，说能集中精力，还能降低欲望，听起来是不是挺神奇的？我呢是血糖正常我也在服用这个二甲双胍，这2天的感受是很有意思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实际上二甲双胍这个最初能够降血糖的这个植物提取物是从白野百合中提取的，就这个花这种植物呢，它生产在欧洲和西亚它含有一种叫做根宁的成分，这是一种鸟苷酸类的化合物。1922年一位30岁的美国医生通过对白野百合植物进行萃取竟然从中分离出了这种根宁的提取物，而且呢，他发现这个提取物呢，竟然能够降低血糖，这可是个不小的发现。那在20世纪50年代波兰的化学家在研究这种植物的提取物的时候呢，就居然合成了二甲双胍。他们发现它确实能够降低血糖，这个药物就这么诞生了。到了1957年呢，一种新的糖尿病口服药苯加米上市，但是很快因为有严重的副作用而被撤销。科学家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更安全的糖尿病药物。这时候呢，法国的毛奇医生为一些想要减肥的糖尿病患者开出了二甲双胍的这个试验性处方。结果呢，不仅患者的体重下降了，血糖水平也降低了。通过临床实验这个确认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呢，二甲双胍在1957年就在英国上市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的首选药物。那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全球最常用的降糖药之一。二甲双胍的这个发现还是非常有趣的，是吧？从一个简单的这个减肥的想法，最终发展成为这种安全高效的抗糖尿病药物开创了这个大缺类胺类这个重要的这种降糖药物的类别。那二甲双胍被不少节目说成长寿药，那这个事儿是不是空穴来风呢？我搜了一下论文，还真有。这是一个糖尿病杂志，叫 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是关于糖尿病、肥胖症和代谢领域的这么一个医学月刊主要发表这个糖尿病、肥胖症、代谢综合症这些流行病包括遗传学、病理生理学诊断治疗的这种原创研究和综合研究文章那这个杂志它的影响因子在糖尿病和内分泌类杂志里还是比较高的是这个领域比较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期刊。那这个论文就是说糖尿病和长寿的关系。它叫2型糖尿病患者的寿命能比非糖尿病患者更长吗？初次使用二甲双胍或黄喜尿类单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与匹配的非糖尿病对照组死亡率的比较。这论文题目比较长4行是吧？就是把得了2型糖尿病的病人分成2组，一组服用二甲双胍，一组服用其他药物，一类呢是没有糖尿病，就这3组。我们来看这个摘要那这个摘要呢是说目的临床和观察研究表明，与二甲双胍相比黄尿类药物与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风险的增加相关。然而呢，从未确定这是由于二甲双胍的有益效果还是黄尿类药物的有害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比较首选治疗为黄尿类药物或二甲双胍单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全因死亡率与未患糖尿病的匹配个体之间的差异。
有点绕口啊。方法呢，是我们使用了来自英国临床实践研究数据链接这个回顾性的观察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选择了进展到首选治疗为二甲双胍或黄尿类药物的单药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并与未患糖尿病的人匹配，使用包含一系列相关斜变量的参数生存模型，比较了全因死亡率的进展情况啊。结果呢，我们确定了78241名接受二甲双胍治疗的患者，12222名接受黄尿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以及90463名未患糖尿病的匹配患者。这导致了总的被截断的随访期为500384年，总共有7498例死亡。那未经调整的死亡率分别为14.4和15.2，以及50.9和28.7例每1000人年的二甲双胍单药治疗及其匹配对照组，以及黄尿类药物单药治疗及其匹配对照组。那参照二甲双胍单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观察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比例为 1.0， 在未患糖尿病的匹配个体中，调整后的中位生存时间降低了 15%。 那在接受黄尿类药物单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中，降低了 38%。 那结论呢，就是首选治疗为二甲双胍单药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比未患糖尿病的匹配对照个体有更长的生存时间。与接受二甲双胍单药治疗的患者相比，那些接受黄尿类药物单药治疗的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降低，与2个对照组相比都明显降低。这支持将二甲双胍作为首选治疗，并暗示二甲双胍可能在非糖尿病患者中具有益处。黄尿类药物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啥意思啊？简单说，就是服用二甲双胍的2型糖尿病病人生存时间比其他人活得长多少？比未患糖尿病的这个对照组的这个正常人也不叫正常人，就没得糖尿病的人长 15%， 比服用另外一种药就黄喜尿类治疗组长 38%。 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啊？怎么会这样啊？得了糖尿病反而长寿了。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但凡得了糖尿病的都会十分注意，如果控制的好呢，那反而降低了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我记得窦文涛有一期讲了这个糖尿病人的视频，很有意思，给大家看看啊。按说这是控制血糖的，对，他每次跟我们大吃大喝，什么都不忌讳这是个美食的饕餮家，你知道吗？每次吃饭喝酒之前，啪啪几个药片，他说我每次就这样已经活了这么这类人不属于我说的这个范畴这个药物备受好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有较少的副作用。那首先二甲双胍和这个黄尿类药物相比它不刺激这个胰岛素分泌，因此呢不容易引起低血糖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二甲双胍单药治疗很少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其次呢，它和一些其他的糖尿病药物相比二甲双胍不会引起体重增加。毕竟想减肥嘛。根据这个《糖尿病护理杂志》的 meta 分析与安慰组相比，二甲双胍组的体重无显著改变。第三呢，是二甲双胍对心血管系统没有负面影响一项刊登在《柳叶刀》的这个研究监测了22000例糖尿病患者长达10年，结果证实二甲双胍不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那尽管二甲双胍呢也有一些罕见的副作用，比如像腹泻、恶心、胃肠反应，但是研究发现这主要发生在治疗初期，而长期使用呢则表现出比较好的这个耐受性。这一点呢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也有所提及。此外呢，二甲双胍不会引起肝肾的损害根据这个糖尿病研究和临床实践杂志的这研究肝肾功能指标在二甲双胍治疗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关于我那朋友说的这个二甲双胍能让人注意力提高，我觉得可能还是减少食欲的原因。根据内分泌学杂志的报道二甲双胍
不影响男性的激素水平，也不会引起性功能障碍啊。实际上，二甲双胍除了降糖作用之外，还有一些意外的好处啊。对了，前面咱们说的这个 OpenAI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就是二甲双胍的忠实用户嘛。我原来以为啊，他就是搜论文是吧，和 AI 讨论，问问私人医生就吃了。仔细搜才知道，我太 naive 了，格局小了啊！人家这位大佬可是非常注重延长生命的啊，他甚至投资了一家公司，1个多亿美元啊！使命的就是通过所谓的自噬啊，什么细胞和细胞重新编程的这种方法啊，就它将人类的健康寿命延长10年啊！这家公司叫 Retro Biosciences 啊，他们正致力于开发一款抗衰老的药物。有希望在2028年面世。那除了二甲双胍啊，奥特曼啊，他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养生秘籍。首先呢，他进行间歇性的进食，每天大约进食15个小时。那这种方法呢，据说有助于脂肪的减少，减轻炎症，并对这个和年龄有关的疾病呢是有削弱的作用。那奥特曼每天早上和午餐啊，都喜欢喝一大杯浓缩咖啡，咖啡呢，大家知道富含多酚，可以降低炎症，并且呢，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糖尿病等慢性炎症相关的风险呢，也会有所降低。此外呢，奥特曼还是个素食主义者，这个我可做不到，他从小就是，而且为了弥补潜在的这个营养上的差距啊，他自己还补充这个维生素 B12、欧米伽3、铁和维生素 D3 以及大量的蛋白质啊。大家注意啊，正常人服用二甲双胍啊，可能会患上维生素 B12缺乏症啊。那他也避免大量摄入糖分，因为他觉得呢这样更有益于健康。当然了，他的这些养生方法呀，并不适合每个人，是吧？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需求的都不一样。那总的来说吧，奥特曼的这些生活习惯啊，似乎为他赢开了一个健康的人生。你看他发布会上，身材确实不错啊，长寿吧，这个事儿还很难说，因为他毕竟才30多岁啊。我今天啊是第2天吃二甲双胍，目前呢是博弈出桑，状态良好。第1天吃完感觉呢是有点像喝咖啡的感觉一样啊，略有上头啊。今天的这个感觉就好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昨天还吃了氯雷他定啊，就治鼻炎那个药，所以我今天就停了氯雷他定，感觉呢头没啥异样了，略微是有点晕了一小下。我不知道今天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发生地震了，我当时感觉头刚晃了一下啊，我还没查是不是地震了啊。那我今天啊还没有量这个体重啊，不过今天是吃了太多的这个粉条，还是抵不住诱惑呀，所以还得从吃饭抓起，吃药啊，你要管不住嘴是没用的啊。好了，今天内容呢就聊到这儿啊。如果你对二甲双胍或者健康养生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啊。无论你是不是血糖高啊，都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服药，切记啊，不要看了我们视频就吃药，那个麻烦了啊，要听医生的啊。好的，今天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